我的基金回本了，要不要赎回？前两天呢，有一个朋友来问我，年初买的公募基金最近好不容易回本了，该不该赎回？我想呢，这个问题啊，不仅困扰着他，也困扰很多的人。就以近期市场为例，不少年初入场不久的新基民，都还没有来得及好好体会赚钱的快感，就经历了春节后 A 股市场的大幅调整，账面呢出现了浮亏。而伴随近期市场有所回暖，部分基金净值也有所回升，基民们发现啊，原本浮亏的基金已经接近回本了。或者是已经有几个点的盈利，这个时候啊，大家不禁又发出了灵魂拷问：我的基金该不该赎回？为什么基金回本了，大家只想着要下车？面对回本了的基金，该去还是该留？这两个问题呢，我们这期好好来聊聊。为什么基金回本了总急着下车？主要的原因啊，就是过度关注短期的盈亏，特别是新基民，一旦遇到基金亏损，就会有较大的心理负担。因此呢，一旦基金回本，投资者就会不由自主的想要寻求解脱，急于减负。这是人性正常的反应，因为亏损的痛苦啊是盈利带来喜悦的10倍。那么到底基金回本了该去还是该留？志哥呢觉得在做决定之前啊，大家可以先问自己几个问题啊。第一，买基金是为了什么？我相信的答案肯定不只是回本。其实大家投资基金的目的啊，归根结底无非就是想赚钱，获得长期的一个回报。既然如此，那么基金刚刚回本就匆忙赎回，显然并不符合当初你投资基金最初的目标。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要问问自己，我买的基金这么的好，为啥短期还会跌？投资呢是场长跑，比拼的不光是短期的冲刺能力，更需要关注的是长跑的能力。对于基金更是如此，短期业绩可能受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但是长期业绩取决于基金经理管理的能力。另外呢，从过往的10年的市场经济数据来看，各种大类资产的收益表现其实是呈现轮动的状态的。而在同一类资产，比如股票，其板块表现也经常出现轮动，因此每只基金的投资策略和风格并不能始终适配所有的短期市场的行情。所以啊，我们对持有基金的整理啊，一定要综合考量基金经理的管理能力和基金的长期业绩的表现等等，切忌因为过度关注短期而做出错误的决定。第三个要问问自己，当初选择这只基金的理由是什么？现在有发生改变吗？志哥相信大家在选择任何一只基金买的时候啊，一定都是因为这只基金本身很优秀，值得购买。比如基金经理的管理能力强，长期业绩亮眼，投资的赛道很好等等。那么当我们在纠结是否该下车的时候啊，我们同样也要反过来问一下自己，当初选择这只基金的理由，现在是否发生了变化？比如是基金经理变了呢，还是长期业绩表现不好，还是投资的赛道发生了变化？如果最初自己选择购买这只基金的理由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仅仅是因为短期市场的波动带来基金的业绩波动，那么现在下车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第四啊，就要再问问自己，下车之后还有更好的投资去处吗？很多投资者往往会因为冲动下车，发现赎回的基金无处安放，最后呢，只能先暂时放在各种宝宝类的短期理财产品当中。但实际上，这样子的行为往往会摊薄整个投资的收益，错失坚持长期投资所带来的回报，还会产生额外的交易费用。第五，在卖之前要问自己什么时候想重新买回来。基金投资是大部分普通投资者的重要的理财手段，相信很多人即使短期内下车了，也说不定哪一天就不得不买回来，因为你没得选。既然如此，那么何时重回市场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需要提前考虑的问题。我们通常说，投资者需要坚持留在市场当中，是因为一旦离开了市场，一方面我们对于市场的判断会丧失敏锐度，另一方面无论我们在离开市场之后，市场上涨或者下跌，都会导致自己会有个患得患失的心理。如果市场上涨了，我们会担心再次进入市场会不会是高点；如果市场下跌了，我们又会担忧市场是否会继续的下跌。因此，一旦离开了市场，想再重回市场，就需要下更大的决心。相信在回答了以上几个问题之后大家对于基金回本之后该去还是该留都有了自己的判断。本期视频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我是李志，我们下期见。